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16日晚间19点04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在近期的表现，因为是周日我们看一下它在这整轮行情当中的表现。那么这轮行情呢，它走出2轮半下跌西游之后，走出周线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周线级别对称性的下跌，对称性下跌跌破了3万点整数关口，并且这里是1690均线跌破重要关口之后，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有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所在，所以呢在这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反弹过程当中遇到2个利空。首先呢是美国非农数据的一个利空之后下行，然后呢第二波利空呢是 CPI 数据高于 0.1个百分点出现了一个下行，但下行之后有一个大奇迹日，就是上周四的大奇迹日之后，行情在这里面开始了震荡。那未来短时间一段行情呢，围绕28660点开始震荡的概率就比较大了。那么这种行情下呢，会让比特币出现一个稳定的相对来说稳定的一个画面。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可以看到从9月16号到今天，几乎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面，比特币呢都在围绕18500到20500这个区间这个非常窄幅的区间在震荡，其中很多时候都是波动非常小的，但在这种震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它的收敛结构已经成型，波峰的连线和波谷的连线构成了一个窄收敛结构。在这样的窄收敛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焦点位，这个焦点位大概是在10月中旬，也就是10月20日，目前价格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焦点位。焦点位呢，我们说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节点。那么接近焦点位越接近焦点位，变盘的时间变盘的概率越大。那么在焦点位这个位置上呢，我们认为是容易发生下跌的，但是呢接近焦点的过程当中是容易上涨的。同时呢我们有个理论就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所以呢在这一轮震荡的过程当中，同时结合本月是比特币月，再有美股在这里面持续震荡的行情，会酝酿一系列的比特币的多头的发育。所以呢多头的小伙伴可以耐心等待行情继续向上发展。18500美金这个波谷的这个位置目前证明是非常可靠的，耐心等待多头发育。但是呢我们在行情当中一直保持的是空头的一个策略。为什么保持空头策略呢？因为整轮行情呢它是由熊市构成的。我们看到比特币同步了美股出现了第一波下跌的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这个持续时间非常长，从21年11月一直到达了22年的6月。在这种下跌过程当中速度是逐渐加快的，但是我们看到反弹，美股的反弹呢，这波反弹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的反弹力度，但是比特币它在这轮行情当中最大的反弹力度仅仅是日线级别的这轮反弹从这个6月份到8月份的这轮反弹，它仅仅是日线级别的。所以呢整体来说比特币是相对于美股更为弱势的，但是比特币偶尔会走出一种一些独立的行情，相对于美股来说独立的行情。所以呢在当前的结构下，我们看到了上方红色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呢在下方黄色区间呢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整体行情在这个收敛这个三角形当中波动是没有错的，但最终呢我们认为行情会跌破这个三角形的底边线位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8500美金底部关口那么这个底部位置呢要经过4次锤击之后才会跌下去那么我们最近一段行情处于这个悟空横向的悟空八戒第二次八戒
这个波谷，那第3次呢是沙僧波谷，我们可以理解为沙僧波谷啊，庄家给我们带来的是范围性打击啊 ，APE 的打击。那这样的打击下呢，我们看到啊，连续的震荡，沙僧波谷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面还有多头的可能性啊，多头可能性的原因，刚才我们提了啊，窄收敛的三角形会酝酿多头。第二点呢，美股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啊，周线级别我们看到了它处于一个震荡的情况下，容易酝酿多头。所以呢，在这种行情下呢，第3次到达波谷啊，到达$18,500附近，到达$19,000这个波谷啊，一系列波谷啊，这个长线的波谷之后，行情呢还是容易出现反弹的啊。但是我们策略是给出下跌的做空的策略，就是耐心等待$21,500附近到达之后，我们开始一个做空的动作。那现在呢，目前是处于一个等待期，但是等待期我们也不能闲着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撸一些这个暴涨的币种啊，有可能出现巨大波动的币种啊，有消息面利好的币种啊，这都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做的啊。那更多的耐心呢，需要在行情当中让我们去等待。行情呢就这么几个东西，我之前也反复的在说，一个是趋势是下行，找到合理的位置21,500点21,500点，然后布局自己的仓位。如果等待不及的话等不起的可以做一点小的仓位布局一个小的观察仓在这观察着，观察呢就和行情建立了某种关系，你只有和行情建立关系之后，才有可能在行情出现巨大波动之后做出你最终的决策，合理的布局你的仓位设置你的止损这都是和行情建立关系之后才可以做的你如果和行情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看到之前行情出现了这种双重巴特你多空都想做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很容易在这里面丧失金钱，损失仓位。所以呢，一切都是要打这个有准备的仗和行情建立的唯一一个途径就是你有一定的仓位这个仓位呢，如果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还是小一点做一些观察仓有了观察仓之后和行情建立了联系之后在进场行情出现重大波动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好的并且相对正确的决策。最终呢，我们要吃哪一波肉呢？一定是吃第4次跌破18,500点之后它的目标位呢是在10,500吃这一波行情的这个趋势上的利润。在这个数字货币交易市场当中赚这个趋势利润是要这个利润是远超于你日内波动日内交易的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以太坊目前处在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趋势当中，这个横盘震荡的时间级别呢是日线级别，目前呢这个震荡脱离了一个结构，就是周线级别上波峰连线连过来的一个结构，这个是弧形的结构也是我这次观察以太坊发现的。那横盘震荡脱离结构之后，我们怎么看呢？怎么辨别方向呢？首先呢，做行情呢一定要看长做短。那么上方这个位置周线级别已经有了悟空阴线8戒阴线组，那么当前的位置呢，当前这个震荡的位置，也就是我们说的沙僧阴线组这个是周线级别的。那么下方如果走出唐僧阴线的话呢，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1,100那么接着往下走呢，以太坊的最终目标位是$260。那么基于以太坊对比特币这个交易对呢，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在这个交易对当中呢，我们已经在周线级别观察到了它的悟空阴线，然后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目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压制作用。所以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连续20几个交易日出现了震荡但是上冲呢无力上冲无力的情况下呢，在周线级别上它有这个
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啊。早在1个月之前，我们发现这个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也就是9月12号这根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认为行情有接下来的走势会平行于前面这个5月份啊这一轮的下跌。行情当中有很多这种平行结构啊，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会有一个加速下跌，所以呢，以太坊啊，同理可证，以太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做空标的啊，所以呢，一直以来我说啊，做空以太坊是要强于做空比特币的啊。然后我们说几个相对来说强势一些的，最近波动非常大的山寨币啊。首先呢，这轮山寨啊，涨势好的这几个币种，我们看到了，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啊，像这个汉堡面包这个QI 啊，非常明显的特征 EJLD 啊，什么特征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均线啊，这轮山寨均线走的都非常统一啊，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发生了快速的下跌，但是下跌过程当中走到这里面，底部 K 线出现横盘结构，与上方的这个均线系统发生了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三角形结构啊，发生了三角形结构。那么在接近三角形交点的这个位置，我们对 K 线分析是一个突破的位置。那么均线和 K 线同样来说也是一个可以看作突破的位置。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强势币种啊，像这个 MDX 也是这种强势币种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明显的特征，就是快速的突破了169日均线。并且有的币种呢，像 MDX 这种币种啊，它的涨速非常快啊。目前我们看啊，它走出了2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游。那么在日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还没有做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就已经冲出了一个非常高的高点，并且涨幅达到了300%，300%。所以呢，做这种行情一定要做什么呢？一定要做受到资金关注的那我们怎么找到受到资金关注呢？就是有突破特征，并且成交量放大的币种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行情当中，它的底部成交量非常小。为什么看起来非常小呢？为什么它的成交量看起来非常小呢？原因就是最近的成交量涨幅巨大。所以呢，它这个是比例尺的所以呢，它最近显得成交量非常巨大，之前几乎没有什么成交量那么怎么找呢？就要观察最近结合一下成交量和价格首先，第一点接近144日均线第二个点呢，成交量放大并且有小时线上涨细游，有出现小时线上涨细游。已经走出小时线上涨细游的做这种币种。然后呢，目前像这个 MDX 涨幅巨大，涨幅达到300%，300%之后我们怎么做呢？要耐心等待我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提到一点就是它的回调动作呢分2步走第一步走呢，一般都是快速的下跌，形成这个收敛三角，形成收敛三角之后以横带跌，突破这个下跌突破这个下跌的螺旋，突破之后呢，才有机会再次上涨。所以呢，对于 MDX 这种币种甚至是类似的这种PHA这也包括在内这种回调之后的币种要耐心等待它走出一个调整结构之后再去做。那么这种币种呢，一般呢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浪子回头，就是走完一波之后你等它横够了之后庄家在这个高位上2次收纳这个筹码之后再玩一个浪子回头。但是呢，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呢，一定是压力位，所以呢，在前高的这个位置上你要主动做出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减仓目前现在这个这种快速拉升的币种越来越多每天我都可以在这个币安的涨幅榜上火币的涨幅榜上看到这种快速拉升但是呢，这种快速拉升呢，有的时候像这个 QY
今天拉升之后啊，迅速回调，这种的回调幅度也是非常巨大的啊，非常巨大，达到30%，这已经是暴跌了啊，对我们来说是暴跌了。所以呢，在进场之后啊，一定千万啊要设置一个止损。啊，你只有保住你的大幅的最大程度的本金，才能在行情当中有所获利啊。像这个波格今天也涨了，也非常好，突然出现了成交量啊，并且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啊，它突破了一个均线系统啊，所以呢，这些强势币种呢也都可以关注啊，也都可以参与啊，参与的条件啊是在你。有足够设置止损的前提下啊，并且呢，最好是分布式建仓，才能吃到这一波因为比特币价格稳定啊，山寨币轮动啊产生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